就因为别人无权无势，就活该被你侯府嫡女欺负吗？人家苦守多年，妻儿离散，你锦衣玉食，高高在上，抢人夫君，要不要脸？凭什么？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，凭什么人人赞叹高义，而我却落得如此下场？一手好牌打的稀拉，堂堂嫡女居然被一个乡野村妇和虚伪男用道德绑架拿捏了。要是换成我，小姐，小姐你怎么了？小姐，什么小姐？你是谁？小姐你睡糊涂了，我是银超啊。银超？那不是小说里女儿身边的婢女吗？我这是穿越了。小姐，您怎么了？过几日就是大婚了，您可千万别有事啊。我没事，做了一个梦而已。不过邢乔，我现在有个事情要你去办。是，奴婢现在就去问。既然让我成为这侯府嫡女，凶嗔陈思思，你们便等着瞧吧。一拜天地，夫君，太好了，你还活着。陈思思，书里的女主，总算来了。你叫我夫君做什么？你是何人？她是你男主在乡下的妻子，你是伤到脑子忘了她？她可是还想着来害我。不，我只是你的老乡。且慢，既是老乡，怎么不留下喝一杯喜酒？我看你连喜堂都敢闯，怕不是老乡那么简单吧？难道是敌国探子？来人，把他送去大理。我真是许红尘的娘子陈思思，她久不来信，我担忧她才……你这什么意思？许大人早有正妻啊！下嫁也就罢了，居然还是做妾。我愿自。敢问姑娘如何证明你是许大人的娘子啊？许郎，你怎么可以抛弃我，另娶他人为正妻？你们别胡说，我才是许大人的正妻！你们都闪开！许郎是我的，你们是谁？许郎是我的夫君。小姐，这怎么冒出来4个许大人的娘子？4个总比1个好吧？也得亏我早有准备。没人知道书里男主上京赶考，被劫匪伤了脑子，导致失忆忘了女主。与原主成亲当天，女主就找了上来，说自请下堂，整个京城都夸她高义，顺带嘲讽原主善妒。后来原主在流言蜚语中病死，而女主顺理成章成为正妻，诰命加身。这倒是热闹。你们都说是许红琛许大人的娘子，口说无凭，我该信谁？许大人的人品岂会如此不堪？对啊，你说是就是，有证据吗？我与许兄有抵足夜谈之情谊，我也不信他是如此滥情之人。我也不信。姑娘，你们得拿出凭证，休得无端辱许兄名声。这是许大人的笔记啊！哦，可有官府的印章？没有，不仅没有，这更不是传统婚书的格式。这上面写的内容，倒像极了许大人给你写的一封情书。男婚女嫁不经过3媒6聘，那便是私相授受。我们村里办了堂就是成亲，当时许郎急着赴京赶考，我们便没有上官府登记。乡下是不讲究，可官府登记只需父母代劳即可。那么久了，为什么都未去办？那是因为许郎离家后音讯渐少，只想着等他回来再补办。那许大人在外也留了不少墨宝，想模仿他的笔记也容易。事情有待核实。若几位姑娘真是许大人的娘子，此门婚事作罢。江佑，我根本不认识他们。你若因此不肯嫁我，岂不是正中了幕后之人的算计？不必再说。而我也将自请常伴青灯古佛，了此余生。管家送客，诸位也请吧。你什么意思？这不是徐府吗？呆子是江府买的，如今一切不确定，自是得请各位出去了。阿友，此事我定给你个交代。岂有此理！居然看走眼了！但佑佑，婚事如何能作罢？你堂堂侯府嫡女，我就不信许家敢为难你。对呀，那些女子可以收作妾的。爹娘，快别说这些话了。佑佑知道你们心疼女儿，那几个女子真进门也不过是妾室罢的，哪里越得过你去？但婚事未成，我还是侯府嫡女。婚事若成，我便是许家妇了。那又如何？我在后宅，你们又岂能时时护着我？可许家未必会委屈你。只要许家真有那位陈姑娘在，旁人便免不了拿她与我比较。比较便比较，我女儿还能输给她？但女儿若赢了，是仗着侯府权势欺人；女儿若输了，便是连个乡下女子都不如。不管输赢，都是对女儿的侮辱。这群人真是欺人太甚！再说，许公子是个重情重义之人，他若觉得对不起前头的娘子，让我守活寡又如何？我苦命的女儿，那该怎么办？静观其变吧。小姐，不好了！许公子来负荆请罪，一大早就跪在我们府门口。知道了。小姐，你不去看吗？看什么？我又不急。
让他先跪着吧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学生前来请罪，对不住阿佑，我特带来藤条，任侯府处置。哥，先别急。妹妹，你还要护着他。这一鞭子抽下去是解气了，但不能解决问题。许大人，我有3问，可否解答？小生知无不言。好，第一问，我与你的婚事可是你自愿？是。第2问，侯府问你可有婚配，你是否回答没有，且也去官府查询过？是。第3问，若你乡下真有娘子，又该如何？许大人，这是怎么了？我看得起你，才把悠悠许配给你，你自己出了差错，还扭扭捏捏，打算委屈我女儿吗？那女子就不能……爹，您戎马一生，所求不过百姓安康，一家老小能平安喜乐。你想要女儿能有顺利的婚事，可她的娘子也是您护的百姓之一。悠悠，可你也是我要护的女儿啊！女儿明白，但谁家女儿愿意做妾呢？我怎可为了一己私欲害了他人？侯府小姐真是深明大义，晦气！你先弄清楚事情真相再来吧。等一下，小儿没有婚配啊，是那陈思思私慕我儿良久，自奔而来，跟我儿没有任何关系啊！不是的，我和许郎，你个恩将仇报的女人，我儿陈希你收留你，你怎可如此害我儿名声？我儿一心科举，我本就怕外人乱传，曾让他搬出去，岂料陈姑娘被人骚扰，不得已又回来了。他当时说他自愿为奴为婢，只求待在我儿身边，我们总不能把人丢出去，哪里想到他居然做出此等事！说谎！我和许郎拜过堂的。我说谎？那你说说，你有3媒6聘吗？拜堂的时候有拜过我们吗？有给我们敬茶吗？小姐，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些当然都没有。那许大人是无辜的。无辜？他俩确实拜过天地，不过许家二老不承认罢了。天啊，那这一番下来，许大人岂不是洗白骗婚了？蠢货，这可是侯府，待到我儿攀上侯府，你要什么没有？等一下，小的有事要禀告。说。这位陈姑娘我是见过的啊，你哪里见过我？陈姑娘，你是不是在3日前在南门入城？那又如何？那你忘记了？你还朝我打听许状元、许府如何走呢？我虽忙于生计，但也知道许状元常与侯府结亲，小的没想拖，也就告知了这位陈姑娘。你告知了什么？陈姑娘得知许状元已婚事，便询问了小的许状元何时成亲。我与许郎，我只是想看他过得如何了，我又有何错？你又有何错？你当真不知他考上状元只是第一步？小姐，还考上状元看过得如何？是想看看搭上侯府过得如何吧？好，好得很啊！等一下，陈姑娘也向我打听了许府怎么走。我只是担心许郎，确认许郎安全而已。那怎么成亲前1日，我还看见你走到许府前面游荡了一盏茶的时间？那是我心中忐忑，这又能证明什么？但你在成亲那日，你又在许府附近游荡，直到江小姐下轿，你才站到了门口。据说那江小姐还在拜堂，这陈姑娘就自称是娘子闯进去了。私相授受不说，居然还刻意挑拜堂的时候进去做什么？你打我！打你怎么了？你不早不晚，为什么非得卡着我送入洞房那一刻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听不懂？那让我猜猜，你是想让许状元顺利攀上侯府的高枝做官，又不想让他与我有夫妻之事吧？我没有，你不要胡说。我胡说？你明明清楚得很，你闯进喜堂，他必定撇下我去见你，而我除了得到一个名分，再多委屈只能往肚子里咽。这简直是杀人不见血！用侯府的权力给自己丈夫铺路，再毁了侯府嫡女的一生，这乡下女人太可怕了。陈思思，你好狠的心啊！爹，您的剑是用来杀敌卫国的，不该指向内宅附近。这人心思不纯，留着便是祸患。爹，当众对副业动物反落人口实。这一巴掌是替小姐打的。爹，闹剧该收场了，我们回府吧。小姐，外面传来消息，吏部那边临时更改了许红轩的任职安排。哦，原本定的是什么职位？原本许公子定的是京都巡判，是个实权美差，如今直接被调任城郊教仪。虽说品级未降，但实权却少了大半。活该，让他那般行事，老天都看不过去。意料之中。许家二老接连派人送来致歉帖，1日之内来了3拨人，还备了不少厚礼，想登门求见侯爷与小姐。一概回绝，不必再接见他们。还有一事，老奴打听到，
陈思思有一个3岁的孩童被许家人悄悄藏了起来，严禁外人探视。藏起来又如何？纸币就抱不住火。这等丑事，难道还能瞒天过海？他们想遮掩，便让他们遮掩几日。要我说，那许状元也是个苦命人啊，他也是身不由己啊。对啊，本来好好的，婚事直接被那乡下来的搞没了。唉，好好的前程被2个女子的争风吃醋连累。江家毕竟是权倾朝野的侯府，何必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？一派胡言！世子爷息怒，千万不可当街动手啊！惹了官非，反而中了贼人的奸计。妹妹，外面的流言你都听说了吗？略有耳闻。定是许宏渊暗中授意，此人当真厚颜无耻。大哥稍安勿躁。我如何能安？悠悠，弟弟到底为什么不准我找他算账？真的气死我了！若我们强行打压他，旁人只会说什么？只会说侯府仗势欺人，容不下清流状元。那难不成就任由他肆意妄为？自然不会。对付他根本不必用蛮力。那你究竟有什么法子？只要能出这口恶气，需要多少人手我都可以。法子我已有安排，你只需帮我做一件小事。什么事儿？稍后安排2辆马车，备好素色衣物。备马车？还备素衣？你当真要出家不成？并非真的出家，只是做个姿态。如今流言四起，唯有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才能堵住悠悠众口。另外，送母亲去皇宫一趟。送母亲去皇宫做什么？母亲素食得太后诏咐，她入宫求太后做主，了结这门婚事。一边是遁入空门的大义凛然，一边是功勋世家的卑微哀求，双管齐下，方能彻底解决这桩事。原来如此，借全城的舆论反将一军，妙啊！我这就去安排车马，绝不误事。都不许哭，我此去并非受刑，而是为侯府争一口气。启程吧。江小姐，状元郎之事本就非你之过呀，你何苦这般折腾自己？是啊，许公子也是一时糊涂，安稳度日才是正道啊。多谢诸位先生为小女着想，但我不仅是江右，还是侯府的江右，更是京城江氏之江右。这有什么区别吗？横竖不都是你？当然有区别。下嫁状元郎本就是我侯府嫡舅，陈思思与许红尘首尾不端，无论是受其陷害，还是乐在其中，都是在把侯府的脸面踩在脚下。我今日若退让，往后族中姐妹一亲都要提防半路杀出旧人。我身为长姐，怎能这般自私？江小姐说的对啊，许家才是最没规矩的。明明是那2人的错，最大的暗果竟全由无辜的江小姐担了，太不公平了。那陈思思才是最坏的，卡着拜完堂才跳出来，分明是想让侯府小姐让位。启程，去静心院。夫人，咱们都在这儿站了足足半个时辰了，太后娘娘就算再忙，也该通传了呀。往日您来，太后可是立刻赐座的。不要多言，我心中隐隐不安，今日之事恐怕不会顺利。太后有旨，宣侯夫人觐见。臣妾参见太后，太后万福金安。起来吧，你今日入宫，所谓何事啊？回太后，臣妾是为小女江右的婚事而来，小女突遭无妄之灾，臣妾斗胆恳请太后做主解除这门荒唐的婚事。解除婚事，江氏教女多年，就是教出这般任性的性子，些许风波便要毁了既定的皇恩婚约。太后明鉴，并非小女任性，那陈思思心机深沉，蓄意算计啊！若是此等女子入门，小女今后在许家怕是永无宁日啊！那便是你女儿不够恭顺，不懂容人。若是心性沉稳，何惧后院纷争？此事哀家不能应允，你且回府去吧，好好教导你那不懂规矩的女儿。太后娘娘，侯夫人这一心想要退婚呐，哀家自然知晓。你说流落在外的血脉，该不该寻回宫中？血脉乃是皇室根本，自然该寻回。可在外漂泊多年，沾染了市井气息，将她接入宫中，也需好好教养。快走出宫！娘，你怎么这么急？
可是入宫不顺，太后不肯退婚，我本还不明白，但是什么？我不小心听到他说皇室血脉流落在外，还沾染了市井奇妾。前几日，许红颜刚得了一份新差事，而且是一份能在陛下跟前露脸的肥差。他闹出那般丑闻，朝堂怎么还肯用他？因为有人在暗中保他。娘，结合太后所说，您难道还猜不出那个人的身份吗？那个陈思思，她真的是……她是陛下微服出巡时流落在民间的私生女，是当今圣上真正的皇室血脉。娘，你想一想，堂堂公主，哪怕是私生女，又怎能屈居人下做妾？更不能忍受有污点的驸马。所以他们要你命，只有你这个正妻没了，陈思思才能名正言顺的成为正妻。不错，若是真入了许家门，我怕是早早病逝了。他们要踩着我成全他们皇室的体面。我的女儿啊，万幸你没有真的嫁过去，娘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绝不让你嫁出去。娘，别怕，既然知道了他们的底牌，这盘棋就轮到我们下了。如今太后偏袒，皇帝暗中照拂，他们简直是一手遮天。我们侯府虽然有军功，可到底抵不过皇权啊！悠悠，你年纪轻轻，总不能为了躲避他们，一辈子就困在这清苦的安堂之中吧？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娘不必忧心。他们如今身居上风，不过是一时得意，我们只需耐心等候，机会总会到来。可太后不肯松口，婚事便无法彻底了结。只要那纸婚书还在，他们随时都能以你擅妒不容人为由逼你回府。娘，您别忘了，太后偏袒的是皇室的血脉，是皇家的颜面，而非许红琛与陈思思。陈思思固然有公主的身世作为底牌，但她也有一个致命的短处。什么短处？她流落市井太久，骨子里透着贪婪，心机太深，行事不择手段。她自以为有了皇室撑腰，必定会越发张狂。只要她继续犯错，继续丢人现眼，皇室必定会将她抛弃。好，既如此，你在这里安心修行，缺什么少什么，跟娘说。劳烦母亲费心了。悠悠，你当真要在这里修行？为了那样一个渣男，把自己的大好青春耗在这深山古寺，实在太不值了。就是，如今京中还有不少流言说你容不下许公子的旧人，太后为何不肯出面替你解围？明明错不在你。流言蜚语，听过便罢。太后有她的考量，非我等能左右。诸位姐妹不必为我伤怀，就当是我替你们提前踩了一次坑。都要做出嫁人了，还有心思在这考虑我们呢。不说这些伤心事了，你们听说了没？城南新开了一家吃食铺子，叫什么陈记，那里的吃食做法新奇，味道简直绝了。听着倒是有趣，可惜我如今不便入城，无福销售了。那铺子日日开门，往后总有机会的。我家中小妹生性活泼，却从未出过远门。诸位姐姐若是再去那家铺子，可否带上她一同前往，让她也长长见识？这有何难？只管让令妹随我们同行便是，我们定会照顾好她。那便多谢诸位姐姐了。小姐，真是欺人太甚！刚刚山下有个泼皮无赖，硬是塞了这一封信来，还说是京城里的贵人给您的。什么贵人？能把信送到这清修之地来，想必是哪位故人，按耐不住了。我看了那送信人的嘴脸就觉得恶心。小姐，您别看了，当心污了您的眼。江玉，你以为躲到尼姑庵里就能挽回颜面？许大人如今高升，深得圣上恩宠，真可谓是前途无量啊！哪里，全赖陛下隆恩，诸位同僚提携。江玉，你就算出身高贵又如何？如今我财权双收，而你只能在深山老林里烂掉。不过，若是你肯低头回府做个妾室，我们倒是可以赏你一口饭吃，如何？做妾？她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女人，竟敢让堂堂侯府嫡女做妾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小姐，这人太猖狂了，我们回去告诉侯爷吧。那这岂不是如了他的愿，让他觉得我还在乎？可他这般羞辱您。云巧，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才会这般急不可耐地跑来挑衅吗？奴婢不知。只有心虚的人，他表面上风光无限，实则日日如履薄冰。他怕我这步以退为进的棋，也怕他那些见不得光的秘密捂不住，所以他要用这种手段来激怒我，想让我失去理智，做出错事。那小姐，我们就这样算了吗？任由他耀武扬威？算了，我的字典里从来没有这2个字。他既已按耐不住，我布下的网也该收了。既然他想挑衅，
那这场戏便正式开场吧。这地方喧闹得很，若不是听说出了几样新奇点心，我才不愿来沾着满身的油烟味。哼，这铺子的女主人也是个爱出风头的，成日里抛头露面，还跟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。就是啊，哪有半分良家女子的端庄，丢人现眼。林姐姐，你看那个孩童，这孩子样貌怎会这般眼熟？竟酷似那位新科状元许大人。许大人尚未正式娶妻，怎会有这般大的孩子？几位姐姐，我们悄悄跟上去看看，说不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娘亲，宝宝乖，别闹娘亲，娘亲正在看账。哟，堂堂状元郎，私下竟养着外室与孩子，真是不堪入目。不许你们骂我娘亲，你们都是坏人！孩子，你告诉姐姐，你的爹爹是谁？我爹爹当然是……闭嘴，不许胡说！聘则为娶，奔则为妾，偷则为娼。你这般行径，实在晦气。你们身居世家，便可以随意辱人吗？是你行事不端，在先失了规矩，闯入我房中。世家贵女也不过如此，你还敢倒打一耙？自己不守礼法，做下这等的丑事，反倒指责旁人。来人，给本小姐掌嘴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诸位姐姐，今日之事暂且不要对外声张。为何？这等丑事，理应让全京城的人都听听。我明白，你这是在为你姐姐谋划。这等大料，自然是要留到最关键的时候用。放心，今日所见所闻，我绝不会向外泄露半句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思思，这是怎么了？是谁欺负你了？今日铺子里来了几个世家贵女，她们不仅百般刁难，还动手打人。许郎，我日日谨小慎微，依旧被人这般折辱，我实在难以支撑。这群仗势欺人的世家之女，定是那江佑在背后撺掇的。思思，委屈你了。你放心，等我在户部站稳脚跟，定要将今日之辱加倍奉还。既然你们如此恩爱，那我就送你们一场红红火火的造化。哎，这不是户部新上任的许大人吗？旁边这位不是这食铺的掌柜陈娘子吗？许大人，你们怎么会在这般时辰，以这般模样在一起？大半夜独处一室，还衣衫不整，还能为什么？先前还说是陈娘子一厢情愿，如今看来全然是谎话。诸位听我解释，本官只是路过，偶遇走水，为了救人才弄得如此狼狈。探望需要深夜独处，救人需要把自己衣服脱成这样。不是的，我。娘面爹爹，我发！堂堂状元朝廷命官，竟敢欺瞒朝廷，私下养外室与私生子，你简直是有辱斯文，罪大恶极！臣有本启奏，参阁户部许鸿琛欺君骗婚，行止不堪，有如官身。哦，许鸿琛可是朕亲自提拔的户部官员，向来行事稳重。爱卿何出此言？陛下容禀，昨夜城南民房突发大火，全城百姓纷纷前往救火。众人亲眼所见，许鸿琛与那陈思思衣衫不整，惊慌失措的一同从同一间卧房中逃出。不仅如此，二人暗中相处已久，且育有一名3岁幼子。此事如今全城百姓皆知，早已闹得沸沸扬扬。继续说。此前小女大婚风波，许家二老曾当庭逼撤，那陈思思乃是主动投奔，一厢情愿纠缠。萧大人，臣莫要再说了。昨夜大火，他幼子当面指认许鸿琛为他生父。若许鸿琛当真如他所言，乃是遭遇劫匪失忆，为何恢复记忆之后，不将陈思季明媒正娶接回府中，反倒将其藏于私宅，暗中养为外室？此举分明是蓄意隐瞒。当初与侯府议亲之时，他刻意隐瞒家中有妻室更有子死的实情，这是彻头彻尾的骗婚，与满窗家赐文物当猴耍。哼，此事或许其中还有些误会。陛下，臣也有疑问。
许红尘身居户部要职，若其品行有亏，如何能掌管国家钱粮？敢问许大人，你当初当真曾失忆，还是说从头到尾都是你为了攀附权贵而编造的弥天大谎？陛下明鉴，臣确曾遭遇劫匪，头部受创，失去过往记忆。此事千真万确，臣不敢有半句虚言啊！好，就算你真的失忆，那记忆恢复记忆，为何不妥善安置旧人，反而暗中购买私宅，私相往来，甚至让幼子流落市井？这等行径岂是读书人所为？臣怕江小姐伤心，故而不敢声张。好一个怕小女伤心！许红尘，你简直无耻至极！我女儿如今身在城外静心渊，身着素衣，青灯古佛相伴，每日清苦度日，只为求个清白。而你呢？你却与外室在城南私宅里厮混，娇妻教子，寻欢作乐。许红尘品行不端，贪恋权势又舍不得美色，东窗事发之后，反倒将所有的过错推到一名弱女子身上，以此来掩饰她的欺君大罪。天下怎会有她这般卑劣龌龊之人？臣一生征战沙场，饮冰卧雪，身上刀伤剑疮无数，只为守护大周的家国百姓。可如今，臣连自家女儿的名声都护不住，有着这样一个虚伪的小人肆意践踏，臣上阵杀敌又有何意义？家宅不宁，后方不稳，臣何以安邦定国？许红尘欺君罔上，败坏朝纲，恳请陛下严惩，以正视听。恳请陛下秉公断案，严惩许红尘。许红尘，朕问你最后一次，你可知罪？臣冤枉，臣无罪，是侯府仗势欺人，冥顽不灵，死不悔改。来人，将这狂妄之徒拖下去，当堂杖责20。陛下饶命啊！臣知错了。许红尘品行败坏，欺君骗婚，德不配位，即刻免去一切官职，扒去官服，流放极寒边疆，终生不得返京。至于侯府嫡女江佑受此无妄之灾，虽行婚礼却未曾洞房，朕特下恩旨，此门婚事彻底作废。江佑恢复自由身，往后可自行择配。朝野上下凡有敢以此事诋毁、轻视江氏者，统统藐视军威，严惩不贷。臣谢陛下隆恩。二位留步，今日多谢二位大人仗义提言了。江大人客气了，恭喜江小姐获得自由身。小女自打从食铺回去，便整日忧心江姑娘。小女也是一样，再三叮嘱我，定要帮江姑娘讨回公道。有劳两位费心，小女总算能洗清污名了。善恶自有天断，许红尘落到这般地步，也是自作自受。两位大人今日便不多聊了，家中还有人等候，先走了。尚书大人慢走。小姐，妹妹，大喜事，天大的好消息！何事如此慌慌张张的？先喝口茶缓一缓。今早早朝，爹爹在金轮殿上当堂参了许红尘的伪君子一本，连他藏着那个私生子的事情全都抖出来了。哦，然后呢？当时当朝重臣站出来帮爹爹说话，紧接着满朝大人全都跪下附和。陛下见状龙颜大怒，当庭就让人把许红丝拖下去，重重打了20大板呢，还把他的官职全撤了。是啊，陛下还下了圣旨，将那姓许的流放边疆，终生不得回京。边疆寒苦，许红参怕是要遭这一遭罪了。最重要的是，陛下特意颁下旨意，彻底解除了小姐你和他的婚事，还警告朝野上下不准乱嚼舌根。妹妹，你自由了。太好了，小姐这阵子受的委屈总算是清偿了。意料之中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他既然敢把所有人都当傻子耍，就该料到会有今日的下场。妹妹，你可知今日朝堂上率先秀住父亲的是哪两位大人？如此时机仗义直言，莫非是林姐姐与刘姐姐的父亲，户部尚书与御史中丞大人？正是，想来是两位姑娘打点过家中长辈，二位大人这才在关键时刻倾力相助。小姐，您这几位手帕交，当真是没白交。林姐姐和刘姐姐一直都待我极好，这份恩情我记下了。如今流放队伍已经动身，正行在近郊官道上，你可想过去看上一眼？小姐，我们得亲眼看看他的下场，出心里的恶气。也罢，纠缠一场，便去送最后一程。看他坠落泥潭，这段孽缘便算是彻底了结了。好，我这就去让车夫备好马车。快走！磨蹭什么呢？再不走，皮鞭伺候！
妹妹稍坐，我去叫来。许红尘，你当初在我侯府门外，父亲想过会有今日。我且再问你一句，你当真失忆了？公子，您可别让这罪人脏了您的衣角啊！看什么看？还不快走！休要在此逗留，惊扰了贵人。妹妹，看到了吗？跟在流放队伍后头那辆破旧的青篷马车。那马车里的人，可是陈思思？正是他，是陛下亲自下旨，命他带着那个外世子一同前往边疆。陛下竟舍得让他随行流放？皇室终究是念及了那层血脉，不曾取他性命。这倒是，他这番行事实在是太过丢人现眼。他这不仅搅得侯府不宁，更让皇家颜面扫地。于是太后与陛下默契地下了旨意，既然他舍不得许红颜，便成全他，让他跟随许红颜一同前往边疆受苦。那他没在半路上，算他命薄；若是活下来，也是生不如死。他那般机关算尽，执着于许红琛正妻的位置，如今也算得偿所愿，可以与他的情郎日夜相伴了。相伴也是受苦，那边疆苦寒，劳作极其繁重。陈思思本以为能享清福，如今却要跟着吃苦头了。这两个自私自利的人凑在一起，面临饥寒交迫，不出半月必定互相撕咬。我也安排了人手暗中监视，保证他们二人此生再无翻身之机。有劳大哥费心替我筹谋，彻底斩断了这烂桃花。傻丫头，一家人何须客气？侯府就是你的底气，谁敢欺负你，大哥第一个不答应。小姐，您瞧瞧，这是忠永侯府小侯爷的庚帖，听说他文武双全，长得也是一表人才啊。这个是李氏离家二公子的，说是对小姐仰慕已久。哎呀，这几日侯府的门槛都要被全京城的媒人们踏破了。拿来我看看。哎呀，小姐，您这是做什么？这可都是京城里有头有脸的世家公子啊，别人求都求不来的姻缘。收起这些没用的心思吧，全部回绝了。妹妹，这几日登门说亲的名单我也看过了，其中不少世家与我们侯府门第相当，那些子弟我也打听过，品行端正，并无通房恶习。你为何连看都不仔细看就全都拒绝了？大哥，我实在无意再入后宅了。是不是那个姓许的阴魂不散？进了门，依旧要周旋于婆媳姑卯之间，要陷入内院无休止的争权夺利与算计之中。妹妹，大哥懂你的委屈，可你毕竟是女子，女子终究要有归宿，你总不能在侯府孤身过一辈子吧？别人会如何非议你？寻常女子需要夫君庇护，那是因为她们别无选择。可我身为侯府嫡女，侯府便是我最坚实的依靠。只要有父兄在，有侯府的赫赫战功在，我无需依靠旁人，无需看任何人的脸色，也能安稳度日。也罢，既然你看得如此通透，大哥绝不勉强你，你开心便好。侯府永远是你的后盾。太后有旨，宣侯府嫡女江氏江佑即刻入宫觐见，不得有误。臣女领旨谢恩。哼，太后余威有在，她此番召见，怕是要借题发挥，为那恶女出气啊！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没事的。佑儿，入宫之后务必谨言慎行，切莫意气用事。快让丫娃伺候你换上你最华的诰命小姐服饰，免得落人口实。母亲放心，女儿心中有数。但女儿不打算换那件，而是穿僧衣去。这怎么行？穿着僧衣面见太后，这是大不敬啊！我要的就是让她看清楚这身僧衣，这不仅是我的衣服，更是侯府受过的屈辱。京城侯府嫡女江氏觐见。臣女江氏叩见太后娘娘，愿太后娘娘圣体安康，千岁千千岁。江氏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今日召你入宫，你竟敢身着这等粗鄙的僧衣前来觐见，你是在提醒哀家你受了莫大委屈，还是在向哀家示威？太后娘娘恕罪，臣女并非有意冒犯。并非？那你倒是说说，这是所谓何意啊？臣女此前为了自证清白，在寺庙中已然归佛，如今若贸然更换华贵衣裳，实在是有违本心，恐冲撞了太后娘娘。哼，归佛，你倒是够狠心。娘娘，江小姐此言属实，据说把全京城公全拒了。罢了，起来吧，赐座，赐茶。谢太后娘娘。江氏，哀家且问你，这世间女子行路本就艰难，犹如履薄冰。若是一名女子为了生存和前程，不小心挡了另一名女子的前路，被挡路的乌合自处，难道非要赶尽杀绝不可吗？回太后娘娘的话，女子处境艰难，这确是世间常态，但应对艰难，却并非只有相互算计、你死我活这一条争斗之道。女子之间固然可以对立，但亦可互助。若真有利益冲突，非要分个高下，大
大可各凭本事，堂堂正正的在阳光下较量。那若是对方手段阴狠，不择手段呢？你要赶尽杀绝吗？太后明鉴，若是对方品行不端，犹如潜伏在暗处的毒蛇，刻意隐瞒真相，设下死局，妄图踩着别人的清白与身家性命来铺就自己的前路。遇到这等恶人，便只能奋起反击。若是退让半步，便是将自己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好，你说的倒是直白，你就不怕你这般疯麻子必报会给自己招来大祸？太后娘娘，身处乱世也好，太平盛世也罢，立足于世，总要懂得自保。对敌人优柔寡断，便是置自己于险境。臣女若不反击，此刻流落街头、身败名裂的，便是我侯府嫡女。臣女问心无愧。江氏，你终究是没做过母亲，天下父母无一不疼爱自己的骨血。太后娘娘所言极是，长辈疼爱子嗣，确实是人之常情。所以哪怕那孩子行差踏错，做长辈的心底里也总想多包容几分。可娘娘，庇护也当有底线。若是那孩子知错能改，包容自是美德；可若是他执迷不悟，兜不住所有的过错，甚至要连累整个家族的颜面，做长辈的便也只能想开一二了。再说，大周皇室枝繁叶茂，本就不缺子嗣啊。好一句皇室本就不出血脉子嗣。江氏，一句话点醒梦中人。哀家在这深宫里待久了，险些被一点微末的血缘蒙了眼，乱了大局。你是个聪慧通透的好孩子，这场风波你受了莫大的委屈，是哀家和皇室对不住你。来人，取黄金1000两，赠与侯府嫡女江氏，聊表安抚。遵旨。臣女谢太后娘娘恩典。江南路途遥远，你一路上多加小心。二哥放心，有你安排的这些精锐护卫跟着，谁敢欺负我？好，那不啰嗦了，去吧。记住，侯府永远是你的家。小姐，边疆飞鸽传书。今日就吃这个，我顶着风雪在城防做苦力，回来连口热水都没有。我整日在外拾柴洗衣，还要照看孩子，一刻也不得闲。你还要挑三拣四，这里是边疆，不是你建设的状元府。若不是你惹出祸事，我们何至于落到这般田地？事到如今，你反倒怪起我来了。不怪你，那我是被谁所害？当初是你不承认，若你早早坦荡，何至于落得流放的下场？你就是一个懦夫，一个废物。陈思思，我真是瞎了眼才被你蒙蔽。传令下去，往后不必再传递他们二人的消息了。属下遵命。老丈，这几日天气炎热，极易生蝗虫，你们按照我写的方子，把东西撒在田埂四周。活菩萨呀，江小姐真是我们的活菩萨！若不是您教我们这些法子，我们这几百亩田早就遭灾了。